Web3. 一、网络的演变。多年来，网络已经发展了很多，今天它的应用，从最早期来看几乎无法辨认。Web 的发展通常分为3个独立的阶段。Web 1 1989至2005年。Web 1.0是 Web 的第一次迭代。大多数参与者是内容的消费者。创作者通常是开发人员，他们构建的网站包含主要以文本或图像格式提供的信息。Web 1.0由提供静态内容而不是动态 HTML 的站点组成。资料和内容是从静态文件系统而不是资料库提供的，并且网站根本没有太多的互动性。在过去，创建用户页面甚至评论文章都不可能。Web 1.0没有筛选互联网页面的算法，这使得用户很难找到相关讯息。简而言之，它就像一条单向高速公路，人行道一样狭窄。内容创建由少数人完成。Web 2 2005年至现今。社交网络或 Web 2.0使互联网更具互动性。由于 JavaScript、HTML5、CSS3 等 Web 技术的进步，这些使初创公司能够构建互动式网络平台，例如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等。我们大多数人主要以当前的形式体验过网络，通常称为 Web 2。您可以将 Web 2视为互动式和社交网络。在 Web 2世界中，您不必成为开发人员即可参与创建过程。许多应用程式的构建方式都可以轻松地让任何人成为创作者。如果你想构思一个想法并与世界分享，你可以。如果您想上传视频并让数百万人观看，与之互动并对其发表评论，您也可以这样做。应用程式的货币化。社群媒体发展的过程通常是这样的：公司推出应用程式，它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然后将其用户群货币化。如果一家构建应用程式的公司接受风险投资，它的投资者通常期望投资回报达到他们支付的数十或数百倍。这意味着，与其寻求某种可以以某种有机方式维持的可持续增长模式，公司经常被推向2条道路：广告或出售个人资料。这会带来更多的点击次数，并最终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用户资料的开发和集中化是我们今天所知道和使用的网络如何设计和发挥功能的核心。安全和隐私。在 Web 2中，您无法控制资料或资料的储存方式。事实上，公司经常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跟踪和保存用户资料，然后，所有这些资料都是由负责这些平台的公司拥有和控制。如果他们认为一个人发表的观点与他们的宣传相悖，政府经常会关闭伺服器或没收银行账户。使用集中式伺服器，政府很容易前干预、控制或关闭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应用程式。因为银行也是数位化，并且处于集中控制之下，政府也经常对此进行干预。在动荡、极端通货膨胀或其他政治动荡时期，他们可以关闭对银行账户，或限制对资金的获得。Web 3旨在通过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来解决许多这些缺点，从头开始构建应用程式并与之互动。